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，我是以威。如果请大家选出你觉得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，你可能想要谁呢？有可能是知名的歌手啊，或是演员啊，像我一定选自己的老婆。不过如果时光回到80年前，我相信在欧美国家，很多人答案会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好莱坞女星，同时还是展屏这样重要通信技术的发明人，甚至强尼戴普还写了一首歌纪念她。那就是我们今天主角海蒂拉玛。拉玛出生于维也纳，父亲是犹太裔的银行家，母亲是钢琴家。在这样的家庭中，拉玛同时培养起了知性与感性。父亲常常会教拉玛一些科技的运作原理，而母亲则是带给他文艺气息。这些都深深影响着拉玛接下来的人生。年少时的拉玛受到母亲的熏陶，学习了钢琴跟芭蕾。当时电影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中，成为了大众文化。拉玛也对此深深着迷，想成为演员的心也就从此萌芽。16岁那年，拉玛以额外新增的角色拍摄了生平第一场戏，被导演看上后又陆续拍了几部，认识了更多导演。直到19岁的时候，拉玛主演了一部毁誉参半的电影《神魂颠倒》。拉玛在电影中饰演一位与其他男性偷情的有夫之妇。不仅如此呢，电影中还出现了几幕床戏跟裸露的画面。在当时1930年代，这是非常前卫且大胆的尝试，从未有电影挑战这样的尺度，还加上不符合当时传统道德规范的剧情，这部片可说是一种突破，但理所当然的也承受了莫大的骂名。时任的教皇还公开谴责这部片以及拉玛，后让这部片在很多个地区被禁播，拉玛也从此被贴上了各种与性相关的负面标签。尽管神魂颠倒之后在维也纳电影节中获奖，在欧洲地区被视为是艺术作品，这个负面的评价还是没有完全褪去。拉玛在事后访谈中也提到说，当初会拍这个裸露镜头其实是被导演偷拍的，因为起初导演只跟他说会用长镜头远远的拍摄，怎么知道上映后竟然是特写。但也有其他演员跳出来澄清说，剧本一开始写得一清二楚，拉玛应该早就知道。双方各说各话，让整件事更变成了一个罗生门。可是从拉玛特别爆料这件事情，也能看出说电影本身的负评确实已经烧到他本人身上了。拉玛除了拍电影，也演出了戏剧，而他拥护者当中，弗里兹·曼德尔无疑是最热忱的一个。曼德尔好几次送玫瑰给拉玛，并且想到后台与他会面，但都被拉玛回绝。可最后，拉玛依旧被曼德尔打动，在《神魂颠倒》上映同一年，18岁的拉玛便不顾家人反对，与33岁的曼德尔闪电结婚。然而，这段感情马上就出现了冲突。因为曼德尔是奥地利的军火商富豪，拥有极高的权势，还有控制欲极强。他满心嫉妒，收购所有市面上神魂颠倒的电影胶卷，而且销毁，又同时禁止拉玛继续从事电影事业。更让拉玛抓狂的是，曼德尔时不时就和墨索里尼、希特勒等人聚会。犹太裔的拉玛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是支持纳粹的，拉玛也不愿意只当个花瓶，在社交场合装点曼德尔的形象。他的演员梦还没有熄灭。18、19岁才正要开始人生，怎么能这样子被关在家里呢？最终拉玛乔装成家中的女仆，趁着夜黑风高逃离他们居住的城堡。那这段婚姻虽然失败，但拉玛也因为参加这些政治高层的会议，了解到当代最先进的科技军事发展，这算是被婚姻囚禁下的少数收获。逃离曼德尔之后呢，拉玛来到伦敦，在这边他遇到了米高梅创始人之一的路易梅耶。梅耶非常看好拉玛，但也清楚说拉玛身上还背负着部分观众的歧视眼光，于是要建议拉玛改名。我们现在称呼的海蒂拉玛就是改名过后大红大紫的名字。在梅耶的引荐下，24岁的拉玛以全新姿态在美国好莱坞出道，而且还是以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这个闪亮称号行销。但这不是噱头哦，拉玛真的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，对她着迷的观众不计其数。拉玛形象就如同她在一部电影《白色货物》中饰演的勾引女子一样，不需要太多台词，仅凭着性感的诱人的姿色，就让观众意乱神迷。拉玛一共和米高梅合作拍摄了15部电影，后期也尝试自己拍片，可是都没有获得太大成就。他的一生总共拍摄超过30部电影，之后便逐渐淡出了电影圈，因为拉玛认为演戏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。从神魂颠倒开始就如此，大家总是注意她的美貌，被她的外表所吸引。那这时拉玛连婚姻也受到影响。后来到了美国呢，她前后后结了5次婚，但大多每2年就离婚，最长的一任也就坚持了7年而已。拉玛撰写回忆录的时候说道：“我憎恨着自己这张脸，
它是我无法摘下来的面具，它为我带来了6位失败的婚姻对象，以及长达50多年的心烦意乱。看到这里后，你或许已经觉得，哇，拉玛的人生已经很充满高潮迭起了。但这些都还只是台面上被记住的部分而已。拉玛在好莱坞出道后呢，在某次机缘下结识了电影作曲家乔治·安塞尔，一位影响他重大发明的伙伴。安塞尔是个非常前卫的钢琴家，当他被聘请替电影《机械芭蕾》作曲的时候呢，他就天方夜谭的尝试用机械来作曲。他找了16部由滚筒驱动的自动钢琴，设计出了一首完全由机械敲打而成的音乐。安塞尔是如此形容这首曲子的：机械充满效率、冷血且不含有一丝爱。这样的独特作品在当时褒贬不一。有人认为这是对音乐的全新诠释，也有人认为说不带情感的演奏称不上是音乐。那尽管批评让安塞尔放弃了继续钻研机械式演奏，但这次的作曲经验却在他遇到拉玛之后呢，起了关键的作用。拉玛曾经邀请安塞尔到家中做客，他们的对话就像新闻龙卷风一样从这个丰胸话题一路聊到鱼雷话题。或许是因为难得遇到如此知心好友，拉玛呢就将自己一些凭空想象告诉了安塞尔。根据拉玛在第一任丈夫家中所听到的资讯，鱼雷是一项致命的武器，只要命中就能造成严重的打击。不过鱼雷也很容易反制，由无线电进行控制的鱼雷呢，只要被敌方的特定频率讯号干扰，就会导致鱼雷会脱离操控，最终打偏。拉玛就跟安塞尔聊到说，如果我们控制鱼雷的时候用的不是单一频率的无线电，而像钢琴一样轮流弹奏不同的音，敌军应该就无法成功干扰了吧？这个想法马上让安塞尔联想到自己为了机械芭蕾所付出的心血。那些机械式的演奏，正是透过精心设计的顺序，让听众无法预测下一个音是什么。这个性质呢，非常适合作为发射鱼雷用的讯号。于是两人便从这段讨论作为出发点，开始着手发明之后被称为展频的技术。展频顾名思义就是把信号从原本只在特定的频谱传递，打散到更宽的频宽，甚至好几个不同的频带去传输。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，以及该怎么做呢？钢琴有88个琴键，是因为这些音是人耳能够分辨清楚且听起来不会刺耳的声音。拉玛与安塞尔两人都对钢琴了若指掌，自然也就对88这个数字情有独钟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两人合力构想了一套展频系统，将88的钢琴键转换成88种不同讯号，发射的控制讯号会在这88种频率中跳来跳去，让敌人捉摸不着。不过两人终究不是专家，他们就聘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塞缪尔·麦基翁协助将理论更学术化，并且验证这之中是否有误。后来在麦基翁的协助下，拉玛和安塞尔将这项技术设计完备，并且成功的申请了专利。然而呢，当时的世界却不容许他们高兴起来。在2次大战期间前线的悲报不停传来，像是德军击毁了同盟国的一艘载有近100名难民儿童的船只，这让拉玛非常心疼。而安塞尔则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兄弟，两人都希望能赶快结束战争。于是比起将专利商业化，他们转而提供给军方，期许能为战争做出些微贡献，带领美国打胜仗。可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军方就告诉他们说，这是一项理论上完全可行，可是科技跟不上的发明。因为当时的电晶体、半导体技术尚未成熟，想要实作出一台可以发射88种讯号机器就真的需要一台原本发射器的88倍大。那不仅如此呢，鱼雷上也装设88台接收机，光想就超大一颗。最后军方就以挚爱难行的理由驳回这项建议。那虽然展频技术没有在2战发挥功用，不过到了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呢，硬体设施已经足以支撑这项技术，展频技术就在通讯层面大显身手了。只可惜这时候拉玛跟安塞尔的专利已经过期，两人也没有从这项发明中赚到任何一分钱。提到了这么多次展频究竟展频原理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可以从广播电台开始说起。我们现在听的广播都是根据频率来区分频道，每个电台都有自己专属的频率。我们假设现在可以使用的频道只有甲、乙、丙、丁4个频道。如果不使用展频，在传送讯息的时候，会把所有的讯息都从同一个频道送出去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假如我跟 Num 约好用乙频道沟通，传送秘密讯息 Numeracy Lab， 不过一旦这个频率遭到干扰或是被窃听，这次通讯很可能就会失败。如果使用跳频，讯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会约定好一个频率变换的顺序，在讯息发送的时候呢，同时根据这个顺序在频道之间跳频。例如，我可以跟 Num 讲好，接下来我用乙、丙、甲、丁的顺序来发送，
那么呢，我发送的讯息中 N 就会透过乙频道发送，下一个讯息字母 U 则是通过丙频道，以此类推。而接收者论嘛，也要和我同步切换频率，才能把我想要传递的讯息逐一接收。此时啊，就算其中甲频道遭到干扰，讯息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依然有办法解读，而不会变成整段文字都是杂讯。那窃听者呢，也只能从单一频道获得破碎的讯息，无法破解我方的秘密。实际应用上，频道数目不会只有4个，频道顺序的可能性也就会无穷无尽。而跳频最重要的就是不再让单一使用者占用频道，而是每个人都能使用每个频道，只要不停地去变换这个顺序，不仅可以让通信更安全，也能避免某1、2个频道因为有严重干扰，导致整体信号都遗失的问题。那现在我们使用的某些通信技术中，例如蓝牙，部分的原理就是来自于拉玛跟安塞尔的跳频暂频技术。当然呢，为了改善效率跟安全性，已经有更多的暂频方式被提出，但这个依然不会抹灭拉玛跟安塞尔的贡献。海蒂拉玛一生在影坛穿梭，虽然没有拿过奥斯卡奖，但却得到电子前哨基金会颁发有发明界奥斯卡之称的先锋奖。而在拉玛于2000年逝世之后的14年，他也入选美国国家发明名人堂，肯定他在暂频技术上的突破。或许大家总是记得他在荧光幕前的模样，如同他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那颗星一样闪亮的身影。但我们也希望，当我们在使用着便利的通讯科技时，可以想起他也曾经这条漫漫长路上的其中一位火炬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下一集我们将介绍频带与频宽。不想错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鼠感实验室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